第二天，陈冬月起了一个大早，洗漱完以后，他去喊了昨天晚上就被发配到了隔壁院子睡的大墩子起床，然后这两个人就一人一个锤子，3下5除2的在院墙上打了一个门洞出来。以后，这就是咱们家的东院，主要功能嘛就是南寝、仓储和学习区吧。咱们现在住的地方就是西院，以后就是女寝和绣坊了。哦，对了，吃饭也放在东院，所以这里的厨房也得修修。然后，他一边说一边转悠，还睡眼朦胧的大墩子就跟在他身后，拿着笔跟本儿，像模像样的在那记。被这两个人吵醒的李秀才战战兢兢地走过那还在吊着渣的门洞。哎，大墩子，写啥呢？给我瞧瞧啊！你这咋都是圈圈叉叉呀？你爹不是读书人吗？写了呀。大墩子指了个字儿。你瞧，我这不是写了东和西吗？这是东啊，你这东好像有点南北不分啊。哎，东家，你啥时候识字的呀？我不天天跟着你们学习呢吗？不是，你每天就在咱旁边写一课的字，你这就认字了？对啊，我这天资聪颖，有啥办法？你之前百家姓不都给他们几个念了一遍了吗？我就都记住了呀。嘿，你说这事儿闹的？不可能！李秀才断然道。哼，怎么就不可能了？我这人就是天赋异禀，啥都行。你们昨天还说我买的鸡不可能每天都生3、4个鸡蛋呢。走，我去掏了给你们瞧瞧去。说完就大步朝着自家后院走。这会儿宋云几个人也已经起床了，一听陈冬月要去掏鸡蛋，几个人就急匆匆地赶过去了。到了后院，陈冬月先是伸出手臂来跟宋云说：阿云，来，为了替我证明一下我绝非弄虚作假，你先来搜身。嫂子说啥呢？咱们怎么会觉得你弄虚作假呢？李秀才跟宋阳对视一眼，却不敢张嘴。行，然后上上下下把自己拍了一遍。既然阿云不搜身，那我就拍2遍哈。如果我真藏了鸡蛋，这么拍肯定得把鸡蛋拍烂了。说完，他又在自个儿身上拍了2遍，然后弯腰进了鸡棚。哎，阳啊，你觉得你嫂子今天能捡几个蛋？总不能真捡12个吧？我这辈子呀，就没见过像你嫂子这么能胡说八道之人。谁胡说八道了？居然不乐意听了。既然李先生不相信我娘，那早上你那鸡蛋我就替你解决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妈呀，这鸡蛋还真不少呢。怎么样？几个？众人就听着陈冬月在鸡棚里边数：1、2、15、16。哎呀，居然有16个！骗鬼呢！我信。娘，李秀才说不可能，他今天不能吃鸡蛋。李秀才他疯了呀，扯着自己头发就一路狂奔出后院。你别说，这小样跑得还挺快的，一眨眼没影了。大墩子跟君兰则是手舞足蹈的，为自己能吃上2个鸡蛋而高兴不已。次日一早，天空又飘起了鹅毛大雪，气温更是到了滴水成冰的程度。一大早上被尿给憋醒的陈冬月，用他的腚亲测过了，这温度最起码已经是到了零下10几度了，要不然这腚也不会被冻麻了。太尼玛冷了，他发誓今儿晚上是无论如何也得让小尤老师给他整一个那种木头的马桶，再弄一些那种纯天然的猫砂。从今往后，他一定要在房间里如厕，再也不来这四处透风的茅厕了。大墩子，背挺起来，腿不能抖。他一边喝着热茶，嚼着红枣，一边拿了一根竹竿就戳着大墩子的腿。前2天教你的基础套路，一会儿我再给你演示一遍。万一还没记住，就再给我多蹲1个时辰。不学了，可以吗？在我这里，没有半途而废这件事儿。一旁这李秀才看得可乐呵了，4个大门牙刚想说话，你半个时辰1页书都不带翻的，你要能考上秀才，我陈冬月就能考上武状元。哎，这不是不行。他刚想开口，却被陈冬月一个眼刀就给堵住嘴了。而在绣坊里头备受煎熬的君兰，此时却是期盼爱的凑到了东院课堂间的门口。他抱着门唤了一声：娘，我可不可以不学刺绣啊？可以啊。陈冬月回答得很干脆。不过闲着也是闲着，你要不要跟大墩子一起沾会儿马步？好啊。别啊，你会后悔的。君兰挤到大墩子边上，认真的再次说：我早就想学舞了，就是之前跟娘不熟，所以没好意思开口。于是乎，君兰这眼珠子一转，之前娘挺忙的，我没好意思央求，
这会儿天天在下雪，待会儿都没事儿干，那我正好求娘教我。那行，陈东岳就点点头。你要不先做个体能测试吧，我瞧瞧你这体格子怎么样。体格子好着呢。君兰拍了拍自己的胸脯，一顿能吃5个鸡蛋2碗饭。那我还能吃半头猪呢。大墩子是咬牙切齿，声音发抖。这样，咱们先做做热身运动，然后一会儿试试折返跑、俯卧撑。陈东岳说着话，却是皱眉看向了正在假模假样看书的李秀才。李秀才一惊：“东家，我可没想要学武啊，你不用考虑我。”不是，他大手一挥：“外头雪下得太大了，不好出去。你在这堂屋里，咱们训练又有点碍事儿。要不你把东西搬隔壁屋去吧？哎，大墩子，来，帮你秀才叔把桌椅板凳、文房四宝啥的都给搬趟卧室去。这堂屋冬天咱们暂时征用了，就当练功房使了。”这昨天才说好的，以后这间啊专门用来念书，你们怎么的，都不准备念书了吗？李秀才此言一出，原本是因为蹲的腿酸，动作还有些慢吞吞的大墩子，瞬间就把他写字用的桌子给背走了。小君兰也是抱着书笔还有纸张就跑去隔壁了。1个时辰以后，陈东岳对小君兰的体能测试结束了。这个孩子吧，因为长得有些瘦小，所以体力确实也算不上太好。原本陈东岳给这娃展示一套最基础的这拳法套路，是为了让他知道自己后面几天可能会学到什么。但还真没想到，君兰在跟练了2遍以后，就把这套路全部都记下来了。一套拳法有32招，他居然可以全部都记住，这可真是厉害了。乖乖，好好学，多吃饭，你以后学武肯定能有出息。真的吗？君兰高兴起来，那眼睛亮闪闪的。那我今天晚上我要吃5碗饭，让奶奶多做一点饭去。快去吧，再不去你奶晚上又该煮粥喝了。君兰得到了娘亲的认可，就嘎嘎的直往这西院冲，快乐的像一只小鸭子。而此时，大墩子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腿了。这日收工，尤娘子总共是收了30个荷包，还有12个各色的烙子。陈东岳很是欢喜，当下就让尤娘子给大伙又多发了一副这纱线手套。如今天气寒冷，他让各位绣娘千万要保护好自己的手，这可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本。等到半夜的时候，陈东岳又把这30个绣品统统都快递给了小尤老师，而自己则是收到了来自小尤老师好多的红糖姜茶，还有各种号称是全天然的润肤露。结果这个红糖姜茶是拿到了，润肤露有一个算一个，统统都没法拿出空间，就只有一个天然蜂蜡做的润唇膏倒是可以拿出来用。就看着这些飘在空间里边，拿也拿不出来，完事也退不回去的一堆润肤露，陈东岳气得冒火。他让小尤老师千万记着啊，要给这些个商家差评。在狠狠地声讨了一遍现在商家的虚假宣传以后，陈东岳看着屋外这飘不停的雪，还悲春伤秋了一下。他问小尤老师：“工业文明世界的天气怎么样？有没有下雪？”农耕文明的世界，每天都是飘着鹅毛大雪，就像那一年冬天的圣诞节，他们一起看过的雪那么大。陈东岳在2天以后，果然收到了来自闺蜜的3个老式火炉子。顺便呢，小尤老师还跟他说：“女人，我花了1万块钱承包了一个叫做七星观的道观，承包时间为2年。那道观啥都不行，就是香炉嘎嘎大。当然，火炉子只是小事儿。等你那遗嘱的事情办妥了，分分钟给你烧个3室1厅去。说不定发展到后来，我还能再承包个香火厂啥的。”陈东岳直接惊呆了，就惊呆在了那个飘雪的半夜。所以这火炉子必须得用，而且是立刻马上就得用。至于后面得找一个什么理由来搪塞宋家人，哎呀，到时候再说吧。他觉得先让自己暖和起来才是要紧事儿。因为这个火炉子它本来就是组装好的，所以陈东岳就只需要把这火炉子从空间里边弄出来就行。然后把烟囱往窗外一怼，贴上木材，再把火一点，完美。原本冷冰冰的房间里有了火光加持，很快就有了暖意。原本死活睡不暖的被窝，这回睡了没一会儿就暖和了。只可惜他还没睡着，就听着外头隐隐约约传来敲锣的声。怎么了这是？别告诉我是村里头来了什么歹人了。当他走出房间的时候，就宋好婆跟宋云站在院子里。陈东岳问了问宋好婆：“老太太，这是啥意思呀？”我不知道啊。老太太被冻得牙齿都在打架，
站在一旁的宋云更是抖得像抽风一样。太冷了，娘，你先进屋嘛。这天也不知是咋的了，雪大的简直就是你面对面站着都看不到对方的脸，温度也是比白天低了好多。那锣鼓声听着好像已经到了宋家院子跟前了。院门一开，正巧着拿着个锣的六子恰好路过门口。六子，来。陈东岳把人带到屋檐下，这才问道：你这大半夜的敲锣打鼓为的啥呀？六子说话是连说带比划。陈东岳扭头去看宋阳，宋阳解释：六子叔说今晚暴雪，族中老人说怕是要更冷了，族长他们怕人冻死，亦或是被大雪压死，所以让他敲锣把人们喊醒，该出血的出血，该加被褥的加被褥。哦，明白了。哟，这不瞧还真不知道呢，屋顶上的积雪已经这么厚了。还好六子来报信，不然这雪要下到明天早上，咱家的屋顶保准要塌了。宋阳跟了一句。陈东岳闻言，冲着六子做了一揖，然后进屋给他盛了一碗热乎的红豆红枣汤，让他热热乎乎的喝了再走。六子是龇牙咧嘴的喝完了，然后朝着大家做了一揖，刚想走，陈东岳又塞给他了2副纱线手套，使他戴上再去敲锣。这回六子那牙呀咧得差点能看到智齿了，对着陈东岳是再三的鞠躬，这才拎着锣鼓重新出了院。这咣当咣当的响声再一次在小山村里响起了。行了，我屋里有红豆汤，你们3个喝了暖暖，然后赶紧开始铲雪吧。哎，东家，你大半夜的哪儿来的红豆汤啊？我屋子里热着的呀。你屋子里还有炉子？就说你没注意的事儿多吧，瞧瞧，这不就没注意吗？炉子早就有了呀，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啊，你啥时候弄的？宋阳就看向一旁的李秀才还有大墩子，不料李秀才此时已经被陈东岳手里端那个红豆汤给勾了魂儿，他压根儿就没想搞清楚这个炉子到底是啥时候弄的。那大墩子就更不用说了，他更在意的是东岳姐，你给我点料，汤水你给秀才说就行，我要料。大墩子你好无耻啊，我也要料啊。哎呀，别急，都有。一会儿这个红豆汤喝完了，我再煮点小米粥，你们干完了活，正好喝了回去睡觉。3个人都拼命的点头，然后就铲了整整半个多时辰的雪。第二天起来，一夜无梦的宋云跟居兰甚至都不知道半夜陈东岳他们还起来铲雪了。不过哪怕是昨天半夜铲过了，早上一看，大雪在房顶上又积了厚厚的一层。好在下了一整夜的暴雪也总算是停了。你们昨晚怎么样啊？有没有冻的？陈东岳问了一句尤娘子。尤娘子捧着汤碗摇摇头，没有，还好。冷是冷的，不过好在之前咱家那个烧饭的陶炉还能用，我跟娘就点了陶炉取暖，还好些。咱家里啊有2火盆子，一会儿你们拿个火盆子回去。陈东岳也说了一句，趁着现在雪停了，我一会儿再去趟20里铺买点能取暖的东西回来。哎呀，东岳呀，你可别再往外头跑了。乔三妹带着水花刚刚踏进绣房，就赶紧阻止陈东岳。我听你族爷说，昨晚那场大雪直接封了出村的路，你可别去白走一趟了。没事儿，上回去20里铺的时候，我找到了一条小道，那路肯定封不了。哎呀，我一个人来回很快的，你们不用操心。那你自己路上小心些啊，穿的也多些。你们不知道，昨晚咱们这青山村呐，冻死了3个呢。这贼老天，也瞧着咱们这日子能过了，偏偏要闹出这事端来。从我嫁来青山村起，就没见着过这么大的雪，这是要断了我们的生路呀！出了院子，趁着四下无人的时候，扭头直接上了大青山。毕竟他也没准备真的跑去20里铺，他就只是想赶紧找一个借口，把空间里的另外2个火炉拿出来用。先前他来砍树那地儿，在山顶不到的地方还找到一个小山洞，他都想好了，以后要是再遇到需要假意出门才能给他掏出来东西过一个明路那种情况，他就去大青山溜达一圈，然后再回家。因为昨天下了暴雪，所以大青山上的积雪也是很深。陈东岳随便拿了一根树杈子当拐棍，深一脚浅一脚的就往山上走，走了大概能有半个多时辰，这才到了山洞处。这会儿他已经有些微微的出汗，陈东岳赶紧拿个帕子伸进衣服里边擦了擦。这年头啊，生啥都不能生病，他创业才刚刚开始，
可不想随随便便的就这么嘎在一个小小的感冒上。好在山洞可以遮风挡雨的，虽然里边有一些阴暗潮湿，但升上了一堆篝火以后，这山洞里就开始热乎了。哎，对了，这山洞里边还有陈冬月藏的2把斧子。等汗干了以后，他就找出斧子，就跑到了不远处的林子里面，甩起斧子就咔咔了一阵砍。山洞里边只有2块大石头，坐着不得劲儿了。他决定了，给自己砍一个茶几凳子啥的出来，一会儿还能够煮茶吃点心呢。不消1个时辰，伐木工陈冬月同志就砍出了一个茶几，还有2个凳子，外加上送好婆的一个新砧板。砍累了，就意念在空间里边翻翻找找的，好不容易找出一个铁锅还有锅铲。哎呦，这玩意儿能煮啥呢？有了！他从空间的米袋子里搞了点白米，然后又把铁锅架在了柴火堆上，再把白米往铁锅里一放，就嘁里咔嚓这么一炒，白米成了焦黄的炒米了。然后又去山洞外头捧了一点白雪进来，这么一煮，不多时，一锅炒米茶就煮好了，味道那叫一个香啊！不过因为没有碗跟杯子，陈冬月也就就着铁锅把这炒米茶给喝了个精光。喝完以后，再一次充满力量的陈冬月又去砍了5棵小树，做了个木筏子，然后灭了火，拖着这个木筏子就到了山脚下。看着左右无人，就从空间把剩下2个火炉给弄出来了，顺便还弄了一点小游老师给准备的南风肉。这个玩意儿它介于是火腿跟咸肉之间的。蒸米饭时把切成薄片的南风肉放到米饭上一起蒸，就那个味道呀，别提有多碎了。他一边琢磨着这怎么吃掉自己拿出来的这一块肉，一边就拉了2个火炉，很快就到了家门口。此时青山绣房刚好是过了饭点，绣娘们已经吃好饭忙开工了。为了不引起这不必要的围观，他就直接把这2个火炉给拖到了隔壁东院。而正在君兰的指导下打拳的大墩子是第一个瞧见陈冬月的。冬月姐，你拖的是个啥呀？这是铁炉子，就是你房间里的那个？猜对了。陈冬月笑呵呵地说，我上次去20里铺的时候认识了做火炉子的匠人，今日去他家采买，正好剩下了这2个，你们说巧不巧？你上次从20里铺回来的时候也没带火炉子呀？人家上回是送货上门的，来的时候你正好没在家嘛。闻言，从西屋里出来瞧看的这李秀才也说，可我天天在家也没瞧见啊。因为今天没有吃手的蛊惑，他的智商再次回归平均线了。那就是你正在念书没注意啊。真是不懂你们大人，啥都要怀疑，扔这东西只要能用好用不就行了吗？至于啥时候出现在娘屋子里的，这是啥要紧的事儿吗？也是啊。陈冬月则是摸了君兰的脑瓜子，咱们家还是君兰这脑瓜子最能转得过弯来。这个火炉子一会儿就放你房间了。好耶！君兰拍了拍手，那另一个就放我房间吧。李秀才舔着个脸问，你们仨就凑合着用火盆吧，剩下的1个炉子我得优先安排给绣房。谁让你们怀疑我来着？虽然我确实值得怀疑，但是你们就是不能怀疑我。用火盆去吧你们。于是乎，这天晚上宋家一伙人不但吃到了南风肉焖饭，还每一个人都得到了取暖的设备，连带着拖着回来的木筏子，陈冬月都指挥着大墩子全部给砍成了柴火，用来取暖，正可谓是物尽其用，无外如是。又过了几天，青山村虽然再也没有下过很大的雪，可天气是愈发的冷。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在这几天又死了好几个。原本喜欢到处唠嗑串门子的村民，这些天也都是苟在家里哪儿也不去，闭门不出。整个青山村除了每天需要上工的青山绣房的绣娘，几乎没有任何人会在外头活动的。绣娘们凑在一起干活的时候也没有往日的叽叽喳喳，大家都在说咋办呢，这家里快断粮了。年光将近，但日子却是越发的艰难。时间很快就到了腊月25，这天陈冬月通知了绣娘，说从明天起可以不用来上工了，大家伙在家里过完年，到了正月初5以后再上工就行了。可是这话刚说出口，就遭到了众人的一致反对。冬月你不是说咱们绣房的大买主老是催着要货吗？咱这年过不过的没关系，主要是不能耽误了你交货呀。婶子您可别这么说。陈冬月的脸上就赶紧露出了一副诚恐的模样。绣房耽误什么都不能耽误大家过年，买主那头我会去说，过年嘛，晚几天交货，人家肯定也是可以理解的。听他这么讲，说话的婶子顿时脸色一僵。
东岳呀，祖奶跟你说句真心话，咱这乡下地方都是穷人，穷人逢年过节也不兴走亲戚，今年就更不用说了。你瞧瞧眼下这境况，天寒地冻的，男人们连出去找个活计都找不到，所以呢，咱们都想着能在你这儿多干一天是一天。于是他思虑了3秒，点点头。那便再多干几日，到……还没等他说出具体干到什么时候，就听前院来人了。那声音听起来很是兴奋，他就赶紧开门出去了。只见这院子里来的是乔二哥家的满仓还有初九，他俩这会儿正拉着院子里劈柴的宋阳，说是要瞧热闹去了。谁家有热闹？一听瞧热闹，哎呀妈呀，这亲近的都想嘎了自己的陈东岳一下就来劲儿了。哎，前头宋家祠堂里不是被偷了几斗粮吗？小偷抓住了，就是原先住你们家边上的宋清明2口子。嘴公和嘴婆，这2口子已经从喜欢窥探人家的隐私，渐渐发展成偷东西了。瞧瞧去，必须瞧瞧去。当然了，这个院子里边跟陈东岳有同样想法的还有不少人。这会儿反正也是马上下工了，绣娘们干脆都放下针线，跟着陈东岳还有这腿脚突然就利索起来的宋好坡等人一起往宋家祠堂那儿赶去。以陈东岳为首的吃瓜小分队很快就抵达了瓜田宋家祠堂。宋清明，我劝你还是别狡辩了，你偷咱们族里的粮食可不是1次2次了。我就知道小偷得手一次就必定会再动手，所以早就在米里头掺了2把黄豆。来，大伙儿都来瞧瞧，这是宋清明他婆娘刚才拎在手里的布袋子，你们瞧瞧，是不是里头有黄豆啊？说完，宋组长就把从嘴婆嘴里夺下来这袋子递到了人群里，让大家伙都瞧一瞧。这时嘴婆还在嘴硬呢。黄豆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的吗？我掺点在米里，那有啥奇怪的？我都说了，我只是路过。放屁！有婆子大喊：什么路过呀？我明明瞧见你悄咪咪的搬了梯子，爬了你们宋家祠堂的墙头。一听到这儿，陈东岳差点笑出来了。你个死婆子，胡说八道什么呢？我瞧你呀，就是记恨上我上回说你偷了我们家的白菜，所以诬赖我。呸！嘴婆说完了话，还朝那婆子啐了口唾沫。那婆子可不是什么好惹的，见嘴婆朝他吐口水，他立马朝着嘴婆吐了一口浓痰。嘴婆瞅那老婆子敢吐自己，被恶心的不行，于是就展开了疯狂的报复。于是乎，噗战就开始了。他们俩吐的呀，简直像那个口水射手，朝着那婆子的方向是疯狂的吐口水。咦，站在婆子身边的一群人哗啦一下全散了。直到忍无可忍的宋组长一声怒吼：够了，宋清明，你也不管管你婆娘。哎，行了，别吵吵了，也不嫌丢人啊，赶紧的给我滚回家去。说完就率先转过身想跑，他这么一转头，梆了一下就撞在大墩子身上了，被大墩子这个肚子一个弹射，直接坐地上了。哎呀，冤枉啊！你们一群人欺负我们俩呀，这还让人怎么活呀？宋清明家的，你要再这么闹，我这就请了族谱来，反正今天族老们都在，今天就把你们一家在族谱上出了名去。要知道，在律法还没有普及的年代，有人但凡在族中被除名，那就等于说是社会性死亡了。读书人到时候就没法去考取功名，农人也会被没收丁田，娶媳妇儿没有人愿嫁。所以当宋组长这话一出，宋清明这2口子果然就不敢再哭闹了。嘴婆也是很快就承认说，是啊，自己确实是偷拿了族里1斗粮食。哎呀，家里头原也没有多少粮，这鬼天气也没法出去找活干，家里头孩子饿得都脱了相了，咱们活人总不能被尿憋死，所以我只能想办法从族里头。他说到这儿，忽然就发现了站在人群里刚准备离开的陈东岳，他突然就伸手指向他，厉声的责问道：哎呦，陈东岳，你别走，你明明家里有那么多粮食，为啥不拿出来接济大伙儿啊？你还知道是我的粮食？宋清明啊，你家这婆娘也真是不像话，今天敢觊觎东岳家的粮，明天就敢动族长家粮食的脑筋。宋清明张了张嘴，似乎是想为自己辩解句什么的。都他奶奶的给我闭嘴！喊完了这一声，宋组长就感觉自己头晕目眩的。他们家这些日子以来，每天就只能吃上1餐半，这会儿被吵得脑袋发胀，用力这么一喊，人就晕了。宋不凡见状，赶紧扶住组长，然后用腹腔发力，使出了男高音一样的嗓音：大家请安静一下，都不要吵了。宋清明2口子的事儿，
咱们一定会给大伙儿个满意的决断的。天气这般冷，大家都散了吧。说完，朝着众人挥了挥手。这天儿可真是挺冷，眼瞅着天快黑了，瓜也吃得差不多了，众人就一言渐渐散去了。陈东岳刚想带着这吃瓜一家人走，就听着重新支棱起来的宋组长道了一声：“宋科家的，你留一下。”为了跟陈东岳好好的说事儿，宋组长跟宋家几个族老就把陈东岳请进了祠堂的东侧那小间说话了。因为要跟陈东岳议事儿，所以宋组长很快就跟族老们商量好了，说对宋清明夫妻俩的惩戒。宋清明家也没什么值钱东西可以用来抵罪的，为这小偷小摸的1斗米再闹去县衙，族里长辈们也是觉得不值的。所以经过族老们的商议，宋组长就宣布说罚宋清明夫妻俩开春以后去族田里头干上3个月的活。夫妻俩虽然有抱怨，可是也害怕这族长再提除族的事儿啊，这2个人也只能是这么认下来。组长这是找我说啥事儿啊？东岳，你看啊，这马上就要过年了，咱们族里头过年，以前啊，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得出点米面，用来年30晚上祭祖。可如今这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组长要是想要我捐粮，那就免开尊口，我不同意。族长的脸吧嗒一下变了。这时候，有一个老的已经掉完了牙的族老，听说是他们宋家族里头年岁最大，算起来得有88的老头，张嘴说话了。我也觉得这事儿不能这么办，但是东岳呀，自从入冬之后，咱们族里已经死了20来个人了。阿祖看得出来，你是个有本事的人，你看能不能想想啥办法，再给咱们族里的人找点啥活计？说完，那大虎阿祖还用自己当拐棍的树杈子抽了一下宋组长。常年呢，你小子可别再想法子欺负东岳一个弱女子了。阿祖。宋长岳非常无语。就这女人，长得比我还高大，居然也能算得上是弱女子吗？活计？陈东岳蹙着眉，这一时半会儿的，还真是为难我了。你们想找个活计的话，总得有一技之长吧？咱们这儿的人有啥特殊的才能吗？特殊才能？我会编捕鱼篓，算不算？捕鱼篓不行。陈东岳摇摇头。未来在河道里边下篓子捕鱼是犯法的，根本就没人买。不过，他突然就想到一个，要是你们能编团扇，最好是各种花型的，像什么梅花型啊、猫头型啊、兔子型啊之类的团扇，那我倒是可以帮你们找找售卖的路子。对呀，小团扇配汉服。陈东岳倒是跟小游去江南古镇玩的时候，瞧见有一些小姐姐有过这种搭配的，该说不说，还挺好看的。这还不简单啊！编团扇可比编鱼篓子简单多了，这个我也会。就这个，就这个。宋不凡也是激动的直搓手。小团扇我一天能编10几个呢。对，你确定这事儿能干吗？能干的话，族爷这就回去干起来了。诸位先不要激动啊，这样吧，你们先交20把团扇到我族爷那里，每把多少钱呢？他看向宋不凡。材料咱们自己准备，每把3文。宋不凡就试探的问了一句，反正编织要用的竹子跟芦草都不用买，想要的就尽管去那大兴山脚下的竹林子还有那芦苇荡里采就是了，要的不过就只是一个人工钱。3文可以，但是咱们不包饭哈。第一批20把团扇，就在座几位本人或者家里人做了样品拿给我瞧瞧，如果我这里能顺利找到买家的话，你们再把这事儿跟村里人说，这样行吧？可以可以。大虎阿祖疯狂点头。就这么定了吧。不过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什么要求啊？你说。以后咱们要是真要做这手工作坊，那我就得让我们家宋阳和族爷管这事儿，毕竟我也精力有限嘛。可是我们家宋阳年纪小，所以族长，您看这样行不行？反正您现在既是村长又是族长，身兼数职难免心力交瘁，要不让我们家宋阳或者族爷爷帮你分担分担？好你个陈东岳，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我哥呢！这事我告诉你，想都别想。反正我的条件也开了，诸位自己商量吧。这接济族人的事儿，那也就不用我一个弱女子操心了。我这就先走一步了，诸位告辞了。说完就走到了储藏室的门口，跨步要往外走。族长，这事儿可不是东岳不想帮忙啊，你再考虑考虑吧。我做不做什么村长族长其实真的无所谓，可没这名头，咱们也怕族人们信不过我不是。反正这事儿啊，你们再商量商量，我跟东岳就先走一步了。大虎阿祖一看见势不妙，赶紧留人。
别走嘛，这事儿还没说完呢。东岳，听话，阿祖给你做主。东岳的提议，你们有啥想法吗？有族老就赶紧表态。其实我觉得常年做村长，不凡做族长，以后遇事儿呀，他们俩就能多个能商量的人，也挺好的呀。但是有的老头却有着不同的想法。不凡识字，跟咱们里长也熟，县衙那头又能换个脸熟，我觉得让他做村长也挺好的。不是，我觉得……就这么的，几个族长就开始讨论起来了。陈东岳就站在门口微笑聆听。终于，青山村的活化石，也就是那个大虎阿祖就开口了：“行了行了，别吵了。常年，你去请了祖宗牌位来，我来占一卦，看看祖宗们怎么说。”宋长年忽然开口：“我想好了，东岳说的没错，我今年也快50了，精力有限，一人干2份活有些吃力了。这样吧，我自请辞去宋族族长之位，引荐宋不凡做咱们宋族族长。不凡说，你在咱们族里头也算是老长辈了，所以这族长之位你来做就挺合适。希望你能带着咱们宋氏一族度过眼前这个难关呀。”这族长跟村长，宋长年最终还是选择做能管的人家多一点的村长。哎呀，常年，你这是怎么说的？我倒也不是真想做宋氏的族长，主要是为了大伙以后干活能信得着我，你说是吧？东岳啊，你说这常年大侄子非要我做这族长，这让我可……族爷，为了宋氏一族你就辛苦些吧。如果我真能找到做活计的门路，以后你肩上的担子可要重了哦。之后，陈东岳跟众人都约定好了，这在座的包括宋长年兄弟俩，还有宋不凡，族里一共是8位族老。他们这8位的家里头，后天一早呢，可以每家每户送3把团扇到宋不凡的家里。如果团扇能卖得掉的话，那陈东岳以后就按照之前定下这个价格来收购。不过关于具体的细节，宋不凡到时候会出一个细节章程。东岳，今日族爷也得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出手相助，这族长的位置，怕是轮到谁啊，都不会轮到我的。族爷爷不用客气，您做了族长，以后咱们在青山村不也有了依仗吗？以后还得请族爷爷多关照关照咱们老幼妇孺呢。东岳，你放心，以后只要有我宋不凡在，宋氏的人啊，就绝不会有人动你们家脑筋。心情大好的2个人互相恭维着，就回到了青山绣坊。一回到了绣坊以后，陈东岳就宣布了自己准备收购团扇拿出去卖，还有宋不凡当上了宋氏族长的消息。不是，宋阳第一个提出疑问来：族爷这次做了族长，之前也没听说呀，宋长年能愿意？东岳，你不会把人打出好歹来了吧？怎么可能？我一个弱女子，怎么可能会打打杀杀？说完，瞧着面前的桌子，桌角有一个笋钉有点凸出来了，他就想着捎带手的给他拍下去。不料这桌子本来就已经有些年头了，结果被陈东岳的爪子这么一拍，那桌子也是稀里哗啦的一下散架了。弱女子，哎，你管这叫弱女子啊？那确实也是这桌子不行啊。要我说，这桌子早散早好，真要是摆了满满一大桌的菜，这桌子再塌了，那才叫人懊恼呢。此时宋好婆哀叹了2句，从长凳上站起来：“哎，好在咱们饭菜还没盛出来，不然就真浪费了。哎，算了算了，先吃饭吧。阿云，跟我一起端饭去。”现在陈东岳力气这么大，又是家里的话事人，小老太太感觉自己还是躲远一点吧，免得一会儿冲撞了这女力士，她就完犊子了。宋不凡一听宋好婆这么说，就从长凳上起身，笑呵呵地说要回家吃饭去了。族爷，就在这吃吧。宋阳就客气了一声：“那也行啊。”宋不凡立马就笑嘻嘻地坐下了。一会儿吃完饭，宋阳，我还得跟你好好琢磨琢磨咱们青山手工坊的办事章程呢。青山手工坊？宋阳抬抬眉：“这就连名都起起来了？”那可不。宋不凡笑得还是灿烂：“反正呀，都是东岳的产业，咱起的名啊，就得跟绣坊一样，不是？”也是，可我总觉得这事儿好像哪里不对啊。一直蹲在门口撸着狗玩的君兰慢悠悠地说了一句：“啊，也不知道哪家缺心眼的会在腊月里面买团扇。”宋好婆这时候端了一大盆的饭菜进了饭堂间，她看着这满地的桌子，问了一句：“要不这碗饭就端在手里吃得了。”大家都举手同意。吃完以后，宋不凡拉着宋阳就说起了办着手工作坊的细节，而陈东岳就跟着李秀才去了东院，他倒是要看看这大墩子的学习到底是糟糕到了什么程度。他不看不要紧，
一看还真是看出些名堂来。喏，你瞧瞧。陈东岳拿起了大墩子写的字儿看了一下，你是怎么做到把一个字既写错，又写得如此支离破碎的呢？我也不知道。大墩子低着头，心情很是低落。李秀才说的笔画，在我看来就像是画符，是一个个的字，看着就像一个个的符咒。啊，对，这些都是教你念书的先生的催命符。所以这些字在你看来，书写起来是完全没有任何规律可循的吗？没有。我明白了，你这不认识的毛病，应该不能怪你。难道怪我呀？这孩子啊，大概率是有阅读障碍症，有这方面问题的人，读书恐怕是够呛。哎呀，还是往别的方面发展发展吧。啥是阅读障碍啊？李秀才跟大墩子异口同声地问道。只听陈东岳解释说，就是别人眼里的字是一个字，而大墩子眼里的字就是鬼画符。同样一个字，在大墩子眼里，可能今天长这样，明天又长那样了。哎呀，总之他现在能认识几个字就挺不错了，书写什么的就别强求了。他是初中老师，在初中这几年的教学过程当中，也确实是遇到过那种阅读障碍的小孩。像这种孩子念书一定会很吃力的，想要去培养，只能是从别处入手。哦，对，大墩子激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东岳姐说的一点都没错，我在家念书，父亲老说我贪玩不认真，可我明明认真了呀，我真的记不住啊。说着说着，大墩子的眼泪就真的掉下来了，他太激动了。终于有人懂我了，终于有人懂我的无奈了。一般有阅读障碍的人，可能在绘画、曲乐上会有特别的天赋。其实我倒有画过一些画。说完就从那胸膛里边掏出了一叠纸，递给李秀才。不过就是觉得好玩，随便画的。陈东岳凑过去瞧了眼大墩子的画。啊？大墩子，你这画的是《千里江山图》？你这啥时候画的呀？学过啊？巧了不是，陈东岳也是被大墩子的画给惊呆了。这个画它可不是那种一根竹子呀、几只河虾呀之类的，这个玩意儿它可是连绵的群山啊！而且画面上的群山高低错落，远近有度，就一眼看上去就有一种浩然正气是怎么回事？过2日我可能会出门一趟，到时候再给你带点笔墨和颜料回来，你们只管发挥自己所长便是。好。大墩子老高兴了，说着话又要进屋去拿银票。东岳姐，我那银票还是给你保管吧，买颜料估摸着是得去县城，价钱也不便宜的。就看着李秀才朝着大墩子竖起了大拇指啊！哎呦，看来确实是有钱人。以后你要请先生啊，记得告诉我，我给你介绍我同窗。3个人又说了几句后，陈东岳出门，他们需要点什么东西呢？他是可以帮他们带回来的。然后就各自回了房间休息了。回到了房间以后的陈东岳还是给小游写了这个美食汇报。他跟小游说了一下自己开了手工坊的事儿，还顺便跟小游要了一些画国画用的那种笔墨纸砚还有矿物颜料。随后他便把尤娘子今天收上来的这40多件绣品跟着信件一起给小游老师捎过去。而他收到的却是小游老师捎来的一张竹躺椅、一套羊毛毯，还有一副哑铃跟一副杠铃。这些东西啊，就是陈东岳准备放在他的秘密基地里边锻炼用的。而且律师那边也给他消息了，说是陈东岳的遗产证明其后就能下来了，到时候尤四家就可以顺理成章的继承陈东岳的房产跟几10万的存款。所以哪怕陈东岳说这吃的暂时不缺，但小游老师还是每天会给陈东岳投喂各种的什么老式鸡蛋糕啊、纯肉香肠、烤鸡、烤鸭，还有品种不多、数量却惊人的水果。陈东岳苦啊，这眼瞅着是让的肥肉正在一点一点的变成肌肉，他这会儿可不该松懈。2天后，陈东岳带着宋不凡他们赶制的第一批团扇和宋氏族老们那殷切的期盼，绕了几个圈以后，他上了大青山。他的把着小团扇尽快的给小游快递过去啊。小游昨天就给他回了信，说是自己已经在群里边问过了，大伙对于这19块9包邮的手工团扇都是非常的感兴趣。而小游老师那头，因为陈东岳的供货趋于稳定，受欢迎的款式也基本上都确定下来了，他就整合了一下销售渠道，在这某宝上开了一家 4 店。以后这微信群他就用来发一些上货的通知，货品的链接都放到了某宝上。除此之外，他还花了1000块钱租了一个小小的商用办公室，然后请了一个附近的大学生帮忙上新还有发货，顺便还可以给他做一做客服的活。不过他这儿基本上就是每个周上新一次，一次也就能够卖1天，就基本上没啥东西卖了。所以学妹看着说要负责的事情好像不少，但实际上啊，1个星期也就忙个周末。关键是小游给的报酬还行，所以学妹干的也是挺乐呵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某宝店，所以小游非常的支持陈东岳搞这个手工编织坊。而28把小团扇在第一次上架的时候很快就都售一空，进展可以说是相当的顺利啊。
另一边的陈东岳在知道小游老师的商业联动计划以后，就立刻通知宋不凡，他们那个青山手头工坊可以正式收货了。接到通知的宋不凡则是按照陈东岳给出的图纸，加班加点的把这样品给做出来。捎带着，他还跟宋阳把收货的章程也订起来了。像这目前陈东岳准备要送出去试卖的货，总共是订了4种，分别是团扇、手机支架、猫窝还有野餐篮。对于以上这4种货品的收购数量，宋不凡也是有规定的，在开始干活之前都得先去宋不凡那报数你报完数了才能够干活。陈东岳听着规矩听的是稀里糊涂的。啥叫报数才能干活呀？我打个比方啊，宋不凡拿了个本儿，在上面写了几个字儿。你看，就当这团扇，咱们第一批，比如需要100件，那想要编团扇的人就得事先到我这儿来报个想要编织的数量，比如宋阳吧，他想编织10件，那就到我这儿来报上10件。到时候呀，等他把10件团扇都编完了，然后来交给我，我就跟他签货2期。如果说呀，今天还是宋阳来晚了，他原本想要编团扇的，但是团扇100件的份额人家都已经领完了，那他要不呀就选个竹架子或者猫窝来编，要不就回去，等下回啊咱们重新开始计数的时候早点来。因为嫂子你这目前跟买家刚开始合作，要的数量还不太多，所以足业还规定了，每个人每次不能领超过30文工钱的配额，每户人家也不能超过100文。哦，这回陈东岳算是听明白了。这个规则虽然说有些复杂，但他却不得不对宋不凡是刮目相看。足业厉害呀！他朝他伸出了大拇指。这样既能尽量保证公平，就能把物品的收购量在投入生产前就控制好，可以避免不少矛盾。你小子跟着足业好好学，知道吧？我会好好学的。原本他一直都觉得这宋不凡这个人，他不就仗着辈分大，所以在村里边咋咋呼呼的吗？没想到他确实是有一些真本事在身上，确实值得他好好的跟着学一学。那以后这青山手工作坊我就完全交给您了，我这儿给您开工钱，每个月500文吧。多少？那会不会太多呀？多吗？陈东岳抚摸着下巴思考了一下，那要不还是300？不多不多。急着回家的乔三妹站在门口就大喊了一声：就500，就500！你足业放弃，你别听啊，东岳！哎呀，不瞒你说，你足业足乃家底薄，真的很缺那200文。你人实诚，就别听你足业在那放臭屁了。好，别急，500就500啊！但是咱可说好了，以后这青山工坊的事儿，我可一点都不管了哈。甩掉，把锅通通甩掉。行。乔三妹咬牙点头。这儿有你足爷和宋阳呢，你啥都不用操心，只管掏钱就是了。之后几个人商定下来了，明日青山工坊正式开始收货。宋阳这些日子反正也是不用种地了，所以明天开始就到宋不凡家里去帮忙。跟着嫂子在回家路上，宋阳就忍不住问道：嫂子，我就想问，我能不能也做手工卖？我没说给你工钱吗？没有。不过我不是想要工钱，我就是想卖手工，价钱跟人家一样也行，低一点也可以。如今家里的吃吃喝喝都是嫂子在掏钱，其实他也是很不好意思再赚嫂子钱的。他也想身边有几个钱儿，偶尔能给家里人想买点啥的时候就能掏出钱来。说完，这个人就闷头哐哐的往前走。陈东岳对着宋阳的背影喊：站住！我就说一次。陈东岳就憋着笑走到了宋阳边上。自己的利益自己争取，不用觉得不好意思。你呢，手工暂且不用学，先跟着足爷多学点为人处事的道理吧。工钱我也会给你，但是不多，1个月200文，你有意见吗？没有。宋阳抬起头，眸光锃亮。嫂子放心，我一定跟着我足爷好好干。我的个老天奶呀，200文，整整200文。青山工坊的事儿很快就操办了起来。做了甩手掌柜的陈东岳，反正每天就只管收货给钱，别的万事不操心。2天以后，他们就把陈东岳要的第一批货给收齐了。而陈东岳就趁着夜黑风高，冒着严寒，牵着宋德柱，大半夜的上了大兴山，绕点了整整5大把的线香，才把东西都快递给了小尤老师。小尤老师在收到陈东岳的货品以后，第一时间就把东西给上架了。团扇跟竹制的手机架定价都是19块9，小猫窝是60，大猫窝是80，另外野餐篮也是60的定价。以上货品全部都是江浙沪皖包邮。青山村的雪还是时不时在下，气温低的有点让人耐不住。新的宋氏族长宋不凡一看族中这老人小孩每天被冻得都不敢下床，于是就开了宋家祠堂的一间杂物间，然后在这杂物间里头点了2个火盆，专门供老的小的取暖用。而宋不凡的善举也是得到了宋氏族人们的赞许，还有乡民们的认同。
也许是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希望，又或者说因为年关将近，青山村里头渐渐的倒也是恢复了一些往日的人气。时间很快就来到了年30儿，在陈冬月这撒泼打滚跟强烈要求下，绣娘们这日啊，终于在午后开始放年假了。不过年假时间也就3天，大家都说好了，初4一大早他们就来上工的。临走前，他还叫来了绣娘子，盘点好了绣娘们交上来的绣品，趁着大年30儿给大家发了工钱。因为想着现在大家家里头普遍都缺粮，陈冬月就搞了一个宽松政策，绣娘们可以自由选择是拿钱呢还是拿粮。粮价是以45文1斗白米为推，这个价格也是村里人最后一次从外头带进来粮食时说着当时的市价。这个好，乔三妹第一个支持。如今买粮都不知道往哪儿买去，东岳这里能换粮，那就最好了。10号乔三妹还有水花就选择拿钱，引得众人好一阵笑。带了青山绣房的绣娘们都走完了，陈冬月想着今天既然是年30儿，就大手一挥，朝着还在绣房里的尤娘子等人说：晚饭尤娘子和彩棠就别回去了，祖奶，你们家也跟咱们一起呗。今晚我让李秀才别弄啥复杂的菜式了，咱就煮锅子吃。乔三妹不太明白这煮锅子是啥意思呀，不过她一个劲儿地说好好好，还嘱咐水花赶紧回家叫宋不凡几个来吃饭，自己则是拉着尤娘子就往厨房帮忙去了。而陈冬月去拍了拍屁股，说是回房间去拿年货，这些年货啊还是他前2天号称自己去县城交货的时候客人给的。彩棠也没吃过啥锅子呀，他就好奇地问着高兴地拎着宋志刚转圈圈的君兰：君兰，君兰，锅子是个啥呀？很好吃吗？可好吃啦！这锅子啊，就在暖炉上放上砂锅，砂锅里煮上肉汤，再用这个肉汤煮了肉，烫了菜吃，可好吃啦！我娘说，这锅子里要是加上羊肉片、蛋饺、肉丸子啥的，味道会更好呢。总结来说呢，所谓锅子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家庭版的火锅。彩棠咽了一口口水：你可别再说下去了，我这都快被自己的口水喂饱了。嘿，那我不说了，一会儿你多吃一点。吃饭的食材都差不多准备妥当了，宋不凡还有宋阳他们也是到了青山绣房。之前陈冬月不是把家里的餐桌给拍烂了吗？所以让乔二哥又给他弄了一块圆桌板，这个圆桌板啊就在中间抠了个洞，刚刚好把火炉给露出来了。这会儿说是要吃锅子，所以大伙都围着这个圆桌坐了一圈，火炉上煮着浓浓的肉汤，边上还放着各种的涮菜，每个人的手边上放着一碗白米饭，还有一个小杯子。陈冬月给大伙一一贴上一袋米酒。今天咱们能坐在这儿吃上一顿年夜饭，靠的全是缘分和运气。别的我也不会说，我就祝大伙明年也都能有好运气，然后吃好喝好身体好。说完他就一咕噜的把这杯子里的米酒一饮而尽。好，咱们就成了冬月的吉言，希望明年啊能运气好些，地里能丰收，手上能赚钱，我也干了。其他的人等也都纷纷笑着端起酒杯来，跟着宋不凡朝着陈冬月上了嚷，皆是一饮而尽。开饭吧。说完以后，他是第一个朝着锅子里夹了一个自己做的大蛋饺，这直接夹给了宋好婆。宋好婆他哪里舍得自己吃啊，又把这个蛋饺给夹碎了，分给了几个孩子。分金元宝喽！李秀才却把这另外一个蛋夹也夹了起来，然后就跟宋好婆似的，把这大蛋饺给夹成了好几份，给在座大人也都分了一份。大伙们都说李秀才不愧是读书人，分个蛋饺都有说头。屋外是寒风凛冽，屋里头却是热火朝天的。锅子里就不停翻滚着各类的肉食，大伙儿嘴里那是一刻都不带停歇的感受着吃肉带来的欢愉。孩子们没吃2口就嚷嚷说太热了，想脱衣服。宋好婆却说热个屁呀，脱了衣服一会儿着凉了都没地儿请大夫去。最后还是陈冬月怕太多人围在一起吃着烧火的锅子在一氧化碳中毒了，那就该集体穿越了。于是他起身准备把这门打开一条缝。当他走到门边的时候，却听到外头有几声爆竹响。他扭头问了一句：咱们村这么早就放爆竹呀？这不是还没到子时呢吗？应该是6子吧。宋不凡侧耳听了听，他就一个人，每年啊都是咱们村第一个放爆竹的，放完他便要睡觉的，一会儿呀还得起来敲更呢。要不让6子一起来吃饭吧？你不介意他是守村人啊？陈冬月一脸的无所谓。这有什么好介意的？反正家里头那么多菜也吃不完。陈冬月说着话，冲着宋阳就抬了抬眉毛。宋阳了然的站起身来，才准备出门，就听着大墩子小声嘀咕：吃还是能吃得完的。
众人异口同声地冲着大墩子喊：“你还是少吃点吧！”这货天天都被陈多月抓着翻那个破夯实，还站桩了，还承包了家里的体力活，结果一点都不见瘦不说，居然看着还越来越高，越来越大只了呢。关键是这么大只的人，最喜欢的事儿居然是临窗作画。每回陈多月一看着他伏案捏着一根毛笔作画的时候，脑子里边就会自动的弹出一个弹幕来：林黛玉倒拔扯杨柳。哎，不对呀，这货不是我的人啊！大墩子，你咋过年不回家啊？我家可远了，我怕路上再遭了人绑票。冬月姐，你啥时候去府城啊？护送我回去。算了，等你有空再说吧。听这话看来是赖上他家了。不过，那李秀才，你咋过年也不回家？你娘你也不管了？过年啊，我娘肯定在东家家里吃饭啊，谁家下人过年自己回家吃啊？家里又没人家东家家里吃的好。等过完年啊，天气好转些了，我再回去吧。我娘这个人啊，坚强的很，可会随机应变了，东家放心吧。你是不是把我当冤大头了？哎，东家，我不允许你这么说自己啊！你怎么可能是冤大头呢？你只是良善，大伙儿说是不是？是，冬月呀，以前是祖奶错看你了，以为你跟大嘴婆似的蛮不讲理，祖奶错了，祖奶错的离谱，我自罚3杯，跟你道歉。哎，对，冬月，以前都是咱们小瞧了你，以小人之心夺你君子之腹。我宋不凡啊，今天就把话放在这里了，以后冬月你就是我的亲孙女儿，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有任何事儿，我宋不凡都会坚定不移地跟你站一边。来，大家一起举杯，祝咱们的冬月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新年大吉！新年大吉！众人都齐齐地呼喊着，只有宋好婆以给郭子添汤为由，悄悄凑到了陈多月的身边，小声地告诉他：冬月，你清醒点儿，不要被他们蛊惑。好嘞。陈多月冲着他笑得一脸灿烂。宋好婆心想，完犊子了，这人肯定是被宋不凡的马屁拍得找不着北了。很快，出门去喊六子的宋不凡带着六子也加入到了饭局。六子一进门，先给大伙都做了个揖，然后就啊吧的说了2句，还眼含泪光。宋不凡则是拉着六子坐在了自己边上，随后才跟众人解释道：这人啊，就是激动的，自从他家人没了以后，他就再没吃过年夜饭了。有造孽哟！六子赶紧吃吧。大过年的，咱就不提那些不高兴的。六子说多吃点。虽然自己也不想成为圣母，但陈冬月总感觉自己现在吧，正在朝着成为圣母的这个路上是发足狂奔，这样不行啊。不过吃了我的饭就得给我干活，至于干啥活呢？宋阳你说。要不等开春了，六子叔帮我翻地种粮食。今年的冬麦肯定是全毁了，但是明年的春耕却不能耽搁。原本嘴里嚼着肉不敢往下咽的六子一听是帮忙种地，就咽下肉咧着嘴啊吧的拼命点头。陈冬月如释重负，太好了，这六子好歹是为他们家付出劳动力了，他呢也终于可以不用成为圣母了。穷人的春节都是很短暂的，年节里啊，青山村的人要不在家里边这头抓跳蚤，要不呢就在院子里边打孩子。好不容易才熬完了3天的假期，绣娘们是迫不及待的就回到了青山绣房。没想到第1天上工，他们就收到了陈东家送来的开门利是。绣娘们都在心里头呐喊，这辈子他们就算是死，也得跟陈东家埋一块儿。现在钱在青山村是没啥用的，所以啊，陈东月就给每个绣娘都发2个大喜饼作为开年的福利。尤爸老家在胶东，这个玩意儿是尤爸的大哥寄给他们的。你别看这个饼子，它瞅着吧就是那种白面膜的样，可口感比那白面膜要软乎不少，微甜，是暄软的，关键是纯手工，没有添加剂的。陈冬月随便拿出来吃也不违和。除此之外呢，小尤还给她亲爱的闺蜜快递了她大伯母自己做的就像是人头那么大的胶东馒头，还有枣花馍馍。小尤的爱就是那么软乎乎的，香喷喷的。陈冬月吃喝的东西因为有了闺蜜的投喂，可以说是足够的。但她现在呢，却遇到了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君兰好些了吗？昨晚咳了一夜，这会儿刚睡着。也怪我不好，那日吃了年夜饭，就不该让他跟土根几个到院子里胡跑一气。这孩子本也很少生病，所以恢复起来怕是得慢些。陈冬月这2天也是偷偷给君兰喝了一点小尤给弄过来的中药的冲剂。可能是因为中药冲剂的原料都是人工种植的，所以药效并不是特别理想。君兰这个孩子虽然是没有比之前病得严重太多，但是也没有太大的好转。
这都3、4天了还没好。今天天气还算可以，一会儿我上县城去请个大夫来。现在去请大夫，也不知道人家医馆开没开门。行了，我这就走，顺道还能再去瞧瞧县城哪有卖粮的，一会儿再弄点粮回来。陈东岳说着话就往这院子外头走，他说是要找个铁锹，一会儿再带上宋德初一起上路。我知道县城哪儿有好大夫，东家，我跟你一起回。一会儿啊，我去找大夫，顺便看看我娘，你就管你去买粮就行了。这个建议正中陈东岳的下怀，于是二人一拍即合，赶上牛车就准备往县城走。临走前，陈东岳还问了一句大墩子：“墩子，你要不要去回？”“不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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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了。”大墩子摆着手，咻的一下，人就跑了个无影无踪了。因为急着要走，陈东岳也不打算跟大墩子多纠缠了，等开春吧。开了春，路上好走，他还打算去一趟府城，到那时候再把大墩子给送回去也不迟。于是这2人1牛很快上路了。2人1牛终于在下午卫士到了县城。为了不耽误时间，陈东岳跟李秀才就开始分开行动了，一个去找大夫，一个则是假意跑去买粮食。大年初4还在正月里，照理应该是县城里最热闹的时候，可此时的仁义县里还开着的商户2手指头就能数过来了。路上衣衫褴褛的起子也比之前多了不少，有几个趴在路上一动不动，陈东岳都怀疑他们是不是已经无了。不过这些事儿他也管不了，一来他不是县太爷，二来他也不是救世主，他就目不斜视的穿过主街，然后弯进了一处深巷里。见那巷子是个死胡同，陈东岳就把这牛车往巷子里一挡，然后快速从空间里搬出了一些粮食。他也没敢搬太多了，生怕一会儿再惹了别人的红眼。陈东岳还从一个卖柴火的小孩手里边用2块喜饼换了几捆柴，他用柴火把这一小堆粮食给遮掩住，这才赶了牛车回到之前跟李秀才约定好的城门口的西站处。秀才，这位就是你说的大夫？陈东岳虽然问的是李秀才，可是眼神看的却是那位瘦得犹如仙风道骨般的所谓大夫。没错啊，这位就是咱们的姚正，姚大夫。大夫，您今年贵庚？老夫今年16。16岁？啥？他惊了，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你跟我说说谁家16岁长这样？李秀才就赶紧拍了拍陈东岳的手。姚大夫老糊涂了，他今年86。我怎么可能86呢？姚大夫很是不忿。我明明……老头的嘴一下就被李秀才给死死捂住了。为什么一个男子身上会有月事不调之症呢？老大夫，您还是回去吧，这饼子就当是给你的补偿了。可那老大夫却不愿意了。行医之事不能光看大夫的外表判断医术的高低，你若不信我的医术，来，我这就给你把脉试试。行吧，毕竟他也不是什么矫情人，直接伸出胳膊来，让老大夫给他把脉瞧一瞧。可是姚大夫才搭上了陈东岳的胳膊，脸上就露出了几分不解。换个手。陈东岳就一样换了个手腕让他搭，这下呀，老大夫脸上的不解居然又多了几分。怎么回事啊？怎么了？东家这是得了什么奇怪的病吗？陈东岳心里头就在想，这老头莫不是真有点本事？难道能搭得出我是个穿越人？真是奇怪了，为什么一个男子身上会有月事不调之症呢？哎呦！李秀才实在没忍住，他笑喷了。这位壮士，你除了月事不调之外，还有点肾阴虚，这个得重视啊，不然以后等到老了会不举的。哎，你别说，你是不是个公公啊？陈东岳是忍无可忍，咬牙切齿地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是个女的？”他又没有刻意的女扮男装，就是穿的衣裳啥的，因为想着出行方便嘛，就穿了之前让宋好婆给做的一身方便行动的粗棉袄子还有棉裤而已。然后头上也是戴了个厚厚的帽子，一张脸却露出了一双眼睛半个鼻子。老夫老眼昏花，你莫要放在心上。我就说呢，这脉象怎么这么奇怪？不过你这月事不调和肾阴虚的毛病还是有的，得好好瞧瞧，不然以后生孩子会有些难哦。请你不是给我看这个病的，是给我女儿看风寒的。陈东岳的牙关咬得咯咯响啊。姚大夫又迷茫了。不对呀，你还是个处子之身，怎么可能会有女儿呢？姚大夫，陈东岳的后槽牙几乎是要咬断了。行了，吃饼吧您就。咱们走回家。
说完以后，他直接拎起老大夫这后脖梗的衣裳，把人甩到牛车上，然后喊了一声：“宋德柱，走了。”宋德柱就听话的掉了个头，跟着陈东岳往城外走。李秀才呢，缩着个脖子跟在后边。他刚才啥都听见了，这会儿他可不敢走在东西边上，以免被他给咔嚓了。